Hello，大家好，我是多虑虽然这个版本快要更新了，但是我们还是回顾一下我们在 S1 Final 的这个对局吧。那这场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主要是这套牌组非常的创新，而且使用了非常多红色的一等饼干。之前这种能够回手的一等饼干都没有人放过，但是却在这个 S1 Final 当中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哦。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双方的牌组哦。那这边我使用的是豆子牌组，那豆子牌组在这个赛季当中，我觉得已经算是它的极限了。我在这个瑞士轮拿到了第10名的一个排名哦，应该是算是极限了。那对方呢，这个弟弟是使用的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牌，是应该算是小人红吗？1等3等的这个比较偏爆发型的红色牌组。那如果有看我之前单卡介绍的一个影片就会知道说我其实蛮想要去开发那张胡椒穿山甲饼干的。我觉得这个在红色这个真是一个能够逃走的饼干，而且攻击力还不错。那3弹也有出一个人造奶油饼干这张饼干它也是能够逃走，但费用比较高一些那 anyway 这个牌组已经被创造出来，而且打出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我这个右边的这个牌组呢，使用的是我们在第一天的亚军的一个牌组不过我不太知道说现在的这部影片的这个位弟弟使用的到底是不是这套牌组是不是一模一样截至影片截稿之前还没有收到就这个牌组的一个清单那我这里就大概用一下亚军的牌组来去替代，但对局上面我觉得应该是类似的牌组差不多有多少啦。好，那就来看一下这两套牌组到底谁比较强吧。这边起战的是杏仁果饼干，对手是使用反烤苹果塔饼干来去做起战。这里原本以为还可以再撑一回合的，没想到后宫的玩法竟然是裸下了一张火龙果，为了拍掉这张 Level 1的饼干到休息区真的是没有想到，所以的确我被打乱到节奏。所以这边下了黄瓜饼干，被攻击了1点，这边一定要补血。现在在第9弹环境，就是后宫的红色也敢下火龙果饼干了。不然是不是气弃1张，补1张。这边我自己也有点尴尬，就因为把自己的资源区的牌放到弃牌区，对，没错，打得有点懵了。那这里的话，手上的饼干的品质不太好。这里手上已经有风电手饼干了，但是知道说对手都是用1等的饼干，这时候用风电手反而让对手变成是先手的一个状态之下，会更有压力。我这边不选择跳派了，我觉得在打红色的牌组好像没有时机能够使用苹果派来去跳费。不过我在看回顾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派在第2费当纯费用下的有点太早了，反而第3回合能够跳派，至少在这个费用上面稍微能够做的事情多一点点，可能就不会被一面压着打。像在这个回合，如果派有留在手上的话，就能够去做跳费，跳到第4费之后，还有留下1费，能够去做，比如说换材面粉，你要去做强攻的话，还可以。所以真的很苦恼，因为知道说右边玩家这边第3回合火龙果就可以打3了，甚至有可能手上有辣椒水的状态之下，反烤苹果塔可以打3，再打3，打到6点的伤害，很恐怖。这里犹豫要不要使用瓢虫？刚如果有流派的话，状态是最好的。这边打火龙果3。其实这样也不错啦，就是让这张牺牲掉，换材面粉再下来，
至少让幻彩面粉不会受到直接的伤害。其实这个做法也很好，但是就可惜没有跳到费用。面对快攻的压力哦，这边任何的思考、任何的处理都很艰难，感觉真的没有跳费的空间。这边抽一张牌，又补血，这是要补血吗？要赌看看吗？不赌。这里下来幻彩面粉饼干，这是幻彩面粉，再幻彩面粉。这边2只可以一起收走的这个诱惑实在太大了，所以下了幻彩面粉饼干。手上不知道有没有更适合的饼干哦。如果用1等饼干慢慢拖的话，其实也不错。但我手上的品质一直不太好，就是都是大饼干，没有小饼干，所以也只能这样出了。这边跳了一个派，使用效果，拔掉，对，各拔2血。双杀进到等级4，3比4的一个场合。那右边玩家选择下什么饼干？这边留一个费用，但是完全没有防御可以使用。这边手上的陷阱只有2费的减2的陷阱。这边下了香菜蛇剑兵，一张非常好用的饼干哦。可以造成1点效果伤害，还能够抽牌，再补血。哦，辣椒水来了，这样会打到3攻哦，但它本身就可以再造成1点效果伤害。抽1再点1点伤害。反考天用平口塔，要再点1点伤害。右边的快攻哦，希望能够尽快的把这个场合收走，而且这个真的又很诱惑，场上又是2张2血的饼干。虽然知道等一下2张牌在手上哦，可以跳派，然后来去快速的去累积资源，但是场上2张1等饼干在场上，不用技能把它们拔掉血量，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对，跳了一个派。但是跳牌之后用技能又没有办法去做防御，下回我也会晕倒。进到3比5， 3比6了，3比6了。这没有水。这边下了皇家人造奶油饼干哦，是一个2打2的饼干，本身有个启动技能，可以使用2个费用把自己收回手上，可以打完就跑，打带跑的这个快攻战术，很理想的一个攻击手。但巴旦出了张胡椒穿山甲饼干，是更好的一个选择。这里满足条件，叫出了红色的小丑。其实这应该算是豆子玩家的这个失误哦，就是应该不要让这个小丑出来，因为小丑出来的话更难打。这边打2还能够再吸血。看这张，是打2吗？ 2费1回手。OK。
5-6的场合，再下来一张幻彩面粉饼干。会考虑收回手上吗？红色玩家这边场上加休息区是等级9，还不会结束游戏。这里终于抽到了一张 Level 1饼干哦，真的是太晚来了，太晚来了。如果在前期来的话，就不会打得那么辛苦，就是一直用3等饼干跟红色的玩家换。如果我这边下1等饼干，而且是血很多的这一种，慢慢去拖时间，我觉得是非常有赢面的。这边在考虑哦，这边也没有下1等饼干的空间了。这里思考再三了，费用如果再减下去，做不了太多事情，所以这边直接叫了额外虚无的幻山来去跳费用，可以打3点伤害，然后再使用各拔2血的技能哦。有机会在下回合把牛奶处理掉。有补血，好，丢弃1张，然后补1滴血。这里考虑要做效果吗？看起来是有。再拔掉血量。5-7的场合，那这个回合理应之下，快攻的这个红色的牌组是下不了任何饼干的，但是它由于有刚刚讲过的穿山甲跟人造奶油，所以它可以打带跑。哦，这个是这套牌强的地方。那的确这边下了穿山甲、胡椒穿山甲饼干，可以拔血加攻，本身又能够逃走，非常的强，非常的强。这个非常创新的牌组，我觉得是非常有诱惑力的，很有趣的一个牌组。哇，直接把它拔掉血量了。这里打完2点之后，本身还能够再逃跑哦，很理想的攻击手。有补血。进到8-8，双方都8-8了，有8-7。那效果好，打完就逃走了。3血的这张红色银奶很难处理啊，基本上是根本处理不了。这里可以下一个费用，然后2费打1，然后再启动效果嘛，把这张红色银奶确实收掉。就比较担心这边留一个费用是不是有面团沼泽来去做防御，那这样的话这张红色银奶就处理不掉了。旁边还可以再下一张1等饼干，因为这边1等饼干进去的话是等级9。那无论怎样，这张幻彩面粉饼干被收走，游戏就结束了。打防守也没有办法再拖回合。我觉得比较好的做法可能就是2打1，然后把小手拔掉之后，看对手下什么饼干，再下封建手饼干来去赌看看。对手手上是不是没有饼干？当然很难啊，对手这个饼干应该非常多。这一手真的想了非常久，
非常之久。终于下定决心，下了这张杏仁果饼干打2，看有没有机会。OK， 那这个一定要处理掉，要拔血量，但是拔掉了之后完全没有防御就结束游戏了。但饮奶又继续吸血的话，处理不完那这边基本上应该是没救了，因为基本上应该是没救了。所以这边选择跳过，至少留一个简单的陷阱来防御，看看下回还有没有机会。费用来到了7费，这边下了白糖天鹅饼干，好，增加攻击力，再全套。那这样的话，等一下留的陷阱都没有办法防御了。那这样的话，应该就结束游戏了，完全没有办法防御的这个情形。打3，打4 ，OK， 那就结束了。好，那这里的话，快攻的这个玩法真的是非常有压力哦。那有压力到我完全没有办法去做任何事情，就只能一昧的去想办法减少伤害。同时也可以看到后宫开火龙果的这个压力哦，也是非常的足够。在第9弹的环境，红色后宫也能够去下火龙果来去震慑对手了，哇，非常强。那另外我觉得打的也很好的地方是在于那张穿山甲饼干上场之后拔血加攻，然后打2之后然后逃走，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套路哦，也是展现出这套红色1等快攻的这个玩法，非常亮眼。好啦，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我是多绿，感谢今天大家观看，我们下一期再见喽，好，大家拜拜。